10号取得了100场胜利，本可以安心离去，但10号继续接受挑战。随着时间的推移，10号不战而胜的场次越来越多，10号以其无敌之姿令所有对手心生畏惧，他的敌人们愤怒而又无奈，他们开始逼迫手下上台挑战，但10号以惊人的实力将挑战者一一击败。即使10号的血气和精元几乎耗尽，他依然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连续取得了200场胜利。10号的敌人们开始恐慌，他们意识到如果让10号继续这样下去，他可能会被古擂台认定为终极胜出者。他们开始组织力量，逼迫强者上台与10号战斗。10号虽然越来越虚弱，但他依然在战斗中取得了胜利，又连续击败了60余名强者。10号的敌人们更加焦急，他们开始组织更多的强者上台挑战，但10号依然在战斗中取得了胜利，连续击败了更多的对手。他的敌人们开始意识到10号可能真的要死了，但他们仍然无法击败他。最终10号在擂台上取得了500场连胜的惊人成就，擂台甚至发出光芒洒落在他身上，这是对他实力的认可。然而外界的中州也发生了大风波，一些来自上界之外的强大年轻人对3000州的天神不屑一顾，他们的强大让在场的天神和古教主都感到震惊。在古界这场旷日持久的战斗中，10号以垂死之身不可思议的连胜500场，震惊了所有观战的天才，让所有人都难以接受。他们意识到必须阻止10号，否则古擂台可能会将他判定为最终的胜者。尽管如此，辜建云依然没有采取行动，他坚持不与将死之人战斗，对10号的威胁不以为意。这引起了一些人的猜疑，他们认为辜建云实际上是害怕10号，不敢轻易下场。在这样的情况下，其他人开始密谋，计划耗尽10号的精血，加速他的死亡，以便安心。他们开始动员手下和重金，聘请高手挑战10号，意图消耗他所剩无几的生命力。其中包括3000州的奇才和仙谷的原住民，他们用天才地宝作为诱饵，吸引人们上台与10号激战。银血魔术一族的银坤因之前被10号击败，怀恨在心，更是积极的出资请人对付10号。战斗愈发激烈，10号在第501场战斗中身体摇晃，他的修行正处于关键时刻，他正在经历柳神法的激烈蜕变，燃烧自我，等待攻城。这个过程极其危险，稍有不慎就可能万劫不复，更何况他还在与人对决。在第567场战斗中，10号因一时疏忽被一名强者射中的箭雨刺中肩头，虽然箭雨被震断，但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表明他的状态已经降到了最低点。10号深吸一口气，身后浮现出一柄巨大的羽剑，唤出鲲鹏法唯一真羽剑。他用这柄剑将那名强者力劈，鲜血溅起，那人化为2半。尽管10号在进入第500场后很少杀生，但这次他强行运转精气，劈掉了伤他之人，虽然具有威慑力，但是他的肩头被伤，但难以掩盖他虚弱的真相。许多人眼中泛出彩芒，认为机会真的来了，10号第一次被人所伤，也许可以再次将他击毙。银坤和其他敌手也在这么做，他们眼中露出兴奋的光芒，要解决10号。更有不少真正的高手自己也跃跃欲试，他们并不是想独占鳌头，而只是希望快速解决掉10号，夺走其仙种，而后远遁。10号的仙种对他们来说具有致命的诱惑，许多人认为10号之所以这么强大，能走到这一步，跟他的仙种有莫大的关系。在第587场战斗中，10号再次负伤，一只太古苍狼咆哮，一只大爪子发光，抓中了他的手臂，肉身有损。10号的手臂却无血液流出，因为几乎耗尽了，精血燃烧了个彻底。许多人振奋，备受鼓舞，认为10号快完了，血液不存，精气干涸，这根本就是一个垂死之人。10号手臂一震，那苍狼身体翻了出去，在半空中炸开，化血一片虚有。只是10号自己也是一阵摇动，他感觉虚弱到了极点，这种状态很不妙。魔魁元、冥土、天国残存下来的人也都赶来了，跟10号的其他对头一样，出高价请人出手杀10号。他们甚至愿意立下诅咒血誓，以确保承诺的兑现。而神庙、火云洞、妖龙道门等大教的人也不惜重金请人出手，意图耗尽10号的最后一丝生命力。银坤更狠，拿出含有神药成分的宝丹作为悬赏，以此吸引更多的高手上台挑战10号。黄金象、古元、马元、地坤、囚龙等7大天神的族人也加入了这场针对10号的行动，他们愤怒而疯狂，不惜一切代价要将10号击败。在最近数十场的战斗中，10号显得异常虚弱，他仅击败了不足10人，其他人则逃脱了他的追击。这种情况让许多人胆气大增，被高额的赏金所吸引，纷纷上台与10号交战。尽管如此，10号依然坚持着，他的目标是连胜700场，以期提前结束这场争霸。然而随着战斗的进行，10号的状态越来越差，他甚至无法盘坐，摇摇欲坠，但他依然坚持着，一路连胜至第700场。这一成就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人们开始怀疑10号是否真的受伤，或者这一切都是他的诡计。辜建云则认为10号最多只能再战100场，如果有人猛烈攻击，他可能连第800场都坚持不到。这句话激发了更多人的攻击欲望，他们开始更加猛烈地攻击10号。10号在第795场时心中感叹，
他知道自己快要坚持不住了。10号最终决定暂时退下擂台，争取尽快修成柳神的法，完成蜕变。他一路闯过800场，现场一片寂静，所有人都被他的逆天表现所震撼。当10号摇摇晃晃地走下擂台时，人们才意识到他真的坚持不住了。10号的退场引发了热烈的讨论，许多人认为他终于不支，体力与精气耗尽，这可能意味着他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了。许多人看向顾剑云，对他的预测感到惊讶，他准确地预测了10号能坚持到800场。然而，就在10号退场后，有人开始挑衅他，要求与他一战。这些人包括仙谷仪、冥河3000州的天才，他们故意起哄，不怕事情闹大。10号面对这些挑衅和折辱，面色冷冽。他阻止了8臂魂族的人帮忙出手，选择独自面对这些挑战。他站在那里，面对着7大天神的后代和其他心怀不轨的人，他的眼神中透露出坚定和不屈，说道：“既然你们找死，我就大开杀戒，全部杀掉。”10号的突然出手，以大罗仙剑一剑劈开金色神元的场景，让原本喧嚣的现场瞬间安静下来。他展现出的强势和力量，即便是在重伤垂死的情况下，依旧让人不敢小觑。这一剑不仅击杀了古元的后代，更是震慑了所有心怀不轨之人。然而，这种平静并未持续太久，很快就有人站出来指责10号，试图挑起争端。10号并未被这些言语所动摇，随即又是一剑将刚才对他问罪的生灵斩杀，进一步展示了他即便在虚弱状态下也不容小觑的战力。10号的这2次出手，让周围的人群再次哗然。7大天神的后代和其他一些人开始愤怒地指责10号，试图激起公愤，号召周围的人一起对付他。他们暗中传音，催促那些被悬赏的凶人立刻出手诛杀10号。与此同时，也有人在暗中支持10号，认为他是正确的。对于仙谷移民的挑衅和废话，就应该以剑说话。这些人在暗中拱火，希望事态进一步扩大，让10号陷入更大的混乱中。10号一声断喝，揭露了那些暗中挑拨之人的行踪，随后一剑点出，数十道剑芒飞出，将那些暗中挑拨的人击倒，半数毙命，剩下的也遭受重创。10号的出手依旧果断而凌厉。10号停下来，以剑主地，大口喘息，他感到精疲力竭。他意识到，如果自己的血气旺盛，刚才那几剑下去就不会有人只是受伤，应该全部陨落。火云洞、妖龙道门、魔魁园、冥土等残留的修士见到这一幕，都在远处呼喝，号召人们趁机击杀10号。7大天神的后代和其他一些人也在呵斥10号，数落他的罪责，招呼高手重金悬赏向前逼去。同时，还有一些人浑水摸鱼，在悄然接近，想等待10号力竭，然后偷袭盗走他的仙种。8臂魂族的高手试图制止这些人，但被7大天神的后代和银血魔术族的银坤拦住了。他们声称是在光明正大的挑战，而10号也接受了挑战并出手了。火云洞、天国、神庙、魔魁园等的残余弟子，还有原住民混合在一起，让这里一片大乱。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暗中有人开始行动，向10号逼去，杀气澎湃。10号虽然疲惫，但他的眼中依旧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他知道接下来的战斗将会更加艰难，但他没有退缩的打算。8臂魂族的强者对他的安危感到担忧，但10号却显得从容不迫。他打算利用这些敌人来磨砺自己，即使是在这种绝境中，他也在寻找成长的机会。10号询问8臂魂族的强者，如果他大开杀戒，他们是否能够承担后果。8臂魂族的强者回答，让10号没有了任何顾忌。他们不怕得罪任何人，因为他们的古祖已经恢复了神智，而且有很多大族都愿意保护10号。10号提着大罗仙剑，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他的每一步都显得异常沉重，但他的眼中却闪烁着坚定的光芒。银坤在暗中咬牙切齿，命令死士立刻击杀10号，他无法容忍10号的张狂。然而10号的行动比银坤的命令更快，他一剑冲着银坤他们的方向去，瞬间就有8人死于他的剑下，银坤也差点遭遇同样的命运。10号的这一击让银坤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他意识到10号的实力远超他的想象。10号的剑光一扫，周围的人群惨叫着倒下，他将这些人视为磨砺自己的工具。他的血肉突然发光，至尊血精华爆发，让他的力量瞬间暴涨，他如同真龙般冲出深渊，无人能挡。10号挥剑，死士成片倒下，他一步千丈，迅速接近银坤。银坤大叫，试图以宝具抵抗，但在10号的剑下，他的抵抗毫无用处，最终被10号一剑劈开额骨，整个人爆碎而死。10号没有停下，他冲向7大天神的后裔，如同猛虎冲入狼群，所向披靡。他的轮回神通展开，时光碎片飞舞，周围的敌人血肉横飞，青春消逝，化为白骨。这场战斗让所有人都感到恐惧，他们意识到10号的实力远超他们的想象。10号追杀着那些挑拨和鼓噪的人，最终10号的血气耗尽，他盘坐下来，如同寂灭般一动不动。他的周围是鲜血和尸骸，这一幕震惊了所有人。但不久后，10号的身上出现了生机，他的双臂泛出了金黄色，生气惊人。他的身体从干枯中恢复，
金黄色的光泽如同生命的火焰，一寸一寸的蔓延，带来了震撼人心的生机。这一幕让原本以为他作画的众人瞠目结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10号的宝箱庄严，如同金身涅槃，他的身体内蕴无上玄妙，力量在弥漫，显然他成功了，开始复苏。与此同时，银血魔术一族的强者因为10号击杀了他们的嫡系后人而愤怒，决定不留10号。一位男性天神和一位女性天神准备对10号出手，但巴比魂族的老天神及时出手，保护了10号，并与银血魔术族的天神展开了激烈的对决。战斗升级，天神级别的巨头争锋，让众人紧张不已。这种级别的战斗可能会造成小千世界的毁灭。银血魔术族的天神展现出本体，化成银色古树，与巴比魂族的老天神展开了激烈的对抗。天神法则的碰撞让虚空扭曲，战斗愈演愈烈。就在这时，有人提醒2位天神外界有人正在攻打仙谷界壁，试图闯进来，现在不是内乱的时候。天地巨震，虚空大裂缝在剧烈颤抖，法则交织，界壁似乎要被撕开。这个消息让仙谷移民感到惶恐，而来自3000州的天才则露出喜色，期待师门的天神能够闯进来。孤剑云在擂台上挑战所有人，他的强大让无人敢应战，他的战绩不断积累，不战而胜。然而当他连胜至第200场时，意外发生，有人使用天神法器攻击他，让他负伤。孤剑云展现出强大的实力，最终将对手斩首，但天神法器飞走了。随后孤剑云注意到了宁川的出现，意识到自己负伤的状态下可能会有危险，于是选择离开擂台去养伤。宁川的出现让现场沸腾，他渡劫成功，并未死去，预示着即将发生惊天对决。10号在复苏的过程中感觉到了宁川和其他巅峰人物的到来，他意识到即将发生的对决将决定谁是第一强者。宁川的登场以其超凡脱俗的姿态和强大的气场震慑了在场所有人，使得擂台陷入了一片寂静。他的出现与孤剑云形成鲜明对比，即便是在强者如云的仙谷，宁川的威慑力也足以让人心生畏惧。在宁川守擂的200场中，无人敢上台挑战，史前未有，足以证明宁川的实力和威名。然而就在这时，长弓岩等强者选择在此时渡劫，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雷劫的降临对于这些强者来说既是考验也是机遇，但成功度过者少，失败者多，这让众人感到既紧张又惋惜。10号的金色身躯逐渐被生机覆盖，他的复苏过程充满了神秘和力量，他即将完成蜕变，重新站在巅峰。第201场时，一位真神大圆满境界的生灵上台挑战宁川，却不料其手中的古刀竟是天神法器无影刀。这种秘宝的突然出现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和不解，因为他本不应出现在擂台上。宁川的实力在这一刻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他不仅成功躲避了无影刀的攻击，还一指洞穿了对手的眉心，展现了他的强大实力。随后的战斗中，不断有人手持天神法器上台挑战，这让人们意识到一些古教早已有所准备，他们或许与原住民联手，或许自行建立了根基。这些天神法器的出现让擂台之战变得更加复杂和危险。第387场时，一位古代怪胎手持天神法器与宁川大战，尽管他拥有强大的兵器和诅咒，但最终还是不敌宁川，被其背后的天土裹住，炼化成白骨。宁川连胜400场后选择下台，因为他注意到了恢复中的10号、谪仙和石冠王，他需要保持在最巅峰的状态。紧接着，石冠王的出现引起了轰动，他的每一式都力压群雄，独占鳌头，是仙谷中的一个无敌神话。他的登场无人敢争锋，直到有人手持天神法器挑战，但最终仍被石冠王镇杀。最后，谪仙的到来以其空灵的姿态和洁白的骨笛与石冠王展开了一场惊世对决。两人的战斗动用了震古烁今的大神通真龙对决天凤，让人们见证了十凶宝术的恐怖力量。10号的蜕变完成，他与宁川的对决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两人在擂台上的厮杀成为了千古罕有的大事件，至尊争锋的序幕正式拉开。